究竟要干什么？弟妹，你老公的遗嘱上可写得清清楚楚，他的房产和存款全部都留给了我。他许丰年凭什么这么对我？就凭当初你和许丰年连结婚证都没领过，说白了，你不过就是我们许家的免费保姆，怎么保姆也敢霸占主人的财产？想我晨曦这一生为许家操持家务，孝敬婆婆，善待家人，老公死后却换来一个这样凄惨的下场。若有来世，我定要让许家人受尽折磨，烂在泥里。你白天扛水泥，晚上洗盘子，每周村里的公厕你再去打扫一下，多打几份工，不就能供我家丰年读大学了？我重生了，竟重回到打工供许丰年上大学的那一年。晨曦，你要是不满就说出来，动不动摔东西算怎么回事？别怪我偏心，你又不能生育，如今你嫂子可要生孩子了，我的钱得留着应急。你和丰年可是夫妻，他要读书你不供谁供？西西，别碰我！没错，就是这个眼神。前世我就是这么被骗的。他那稀疏的剑意下，藏得满是算计和贪婪。要不是看在他有个铺子，就他这种自私自利的人，谁家稀罕药？倒是提醒我，上一世我为了这个家，将妈妈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也抵押了出去，却换来的是这一家人变本加厉的搓磨。而这一世，我一定不会再重蹈覆辙。既然供不起，那就不读了吧。什么？凭什么不读？那可是大学，你知道有多重要吗？弟妹，要不是你大伯哥考不上，不然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他读。这夫妻可得是一条心啊！原来张桂兰她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喜欢对我落井下石，我当初竟眼瞎到从未察觉。西西，你不是最希望我能上大学吗？这不是没钱吗？那些脏活我可干不了。放屁！你在娘家洗衣做饭喂猪样样行，一嫁进我们许家就干不了了。晨曦，你哄谁呢？但凡我有娘家撑腰，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的搓磨我。以许家人这种欺软怕硬的性子，怕是连个屁都不敢放。那多的是人勤工俭学，怎么就许丰年不行？丰年，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儿！西西，跟我走。西西，你现在供我上大学，以后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好日子，过着伺候你们一家老手吃喝拉撒，到最后害得我死无葬身之地的好日子。西西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就因为我把你的棉被给嫂子了。那床棉被是我攒了许久的棉花与布料，还辛辛苦苦缝了3天。可许春夏却将我的棉被给了张桂莲，而她的解释更是可笑。你能和她比吗？嫂子怀着孕又怕冷，你多结实扛冻啊！我们是一家人，何必计较的这么清楚？更何况你又不能生孩子，那侄子出生后知道你的好，往后不得多多孝敬你啊？是吗？弟妹，原来是因为一床被子，是嫂子不对，这就给你抱出来。不就一床被子，至于吗？西西别闹了，我明天再带你去买一床。不过你这脾气确实该改改了，难怪你亲爹和后妈都老看你不顺。从小父母离婚后，我就被酗酒的爹扔给了后妈管，吃不饱也穿不暖，动不动就被打骂折磨。这些事情许凤年不是不知道，却还是来揭我的伤疤。我以前可真是蠢。你这媳妇儿太不听话了，该好好管教管教了。这儿还挺暖和的，买4双吧，你回去勾一下。4双？哪4个人？自然是我、我妈、嫂子和我哥。这儿没多余的鞋底了。再说了，等我去上学，你还不是要依仗大哥大嫂的照顾？
老板，付钱。走吧，去村里公厕看看。现在也不算太晚，就先从公厕开始。上一世，我为了给许丰年挣学费，在众目睽睽下进公厕里干着最脏最累的活。可回到家后，还被许丰年嫌弃身上有味道，自卑了许久。打扫一次1块钱，干不？干！哎，你这有手有脚的大男人，怎么还让自己老婆来干这种脏活？丢不丢人？让老婆拎着大包小包也就不提了，还为了钱把老婆送来洗厕所。你家为了供你这个大学生，就缺钱到了这个地步？晨曦，你去哪儿？放心，我现在就去找别的活干，就算我不吃不喝也要供你读大学。许丰年，你不是自诩高人一等的大学生吗？那你也来尝尝被人戳着节凉骨扫公厕的滋味。那你之后是怎么打算的？还真打算打工供许丰年读大学？等着瞧吧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我唯一的依仗是妈留给我的铺子，许家很快就要出大难，我的铺子是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。我要送许家一份大礼。你们这些女同志能有这种觉悟，可太好了。这铺子是你妈的嫁妆，说好等你嫁人，过户给你傍身。当初你说你的就是许家的，如今你想通，再好不过。谢谢王叔。当初我对许家掏心掏肺，为了许丰年，连铺子都搭了进去，他们心安理得享受我的付出。这一次，我就冷眼旁观，看着你们烂在地里，永远翻不了身。你浪费这钱做什么？给他买好被子，纯浪费。妈，我带被子去学校也算浪费？我还以为你被那晨曦勾搭到昏头了呢，你心里有成数就好。妈，小叔聪明着呢，您就等着以后享福吧。你个爱签刀的，你让丰年当众去洗厕所，许家的脸往哪儿搁？他好面子，怪得到我。更何况，现在外面谁不夸他勤工俭学？都别说了，你快去把碗洗了。弟妹，这是我明早要吃的。明早吃的，明早再做呗。我今天干活都快饿死了。既然你吃了嫂子的排骨，那过段时间嫂子坐月子的事交给你了。那就辛苦弟妹了。是吗？张桂兰这算盘打得太厉害，几块排骨就想哄我当保姆。妈，怎么又吃这个？我现在还怀着孕，得吃好点儿，你孙子才能养得壮实。我说弟妹怎么就那么馋，还和孕妇请吃。那能怎么办？晨曦虽然脾气差了点，但这段时间还不是只能靠他打工供丰年读书，忍忍就过了。也是，说白了，不就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吗？嘘。丰年，你也别在意，你去了京市又是大学生，随随便便找个能生养的老婆，那不是轻而易举？轻而易举。要是许家人知道那个不孕不育的人其实是许丰年，他们会是什么样的表情？嫂子心虚什么啊？谁心虚了？更何况我说的又没错，你们又没扯证，你又不能生养，
干嘛还要继续耽误他？闭嘴！要是得罪了晨曦，谁来做那些脏活累活供我们丰年读书？更何况他手里可还有他妈留的铺子。等过了公证期，他再不去认领，那铺子可就是我们许家的了。你嫂子这人就是心直口快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你们是谁？你就是许丰年吧？是我。在我们麻将馆里欠了2000块，还钱！什么？不是10块钱吗？怎么变成2000块了？你2个月前请了一桌人在我们麻将馆打麻将，你那天可是亲自来签字画押找我们借了10块，没错。但这白纸黑字上可写的清清楚楚，2天不还就开始利滚利了。总之，我不管你家是砸锅卖铁还是卖房卖房，今天这2000块1分不少得拿给我，不然……妈，快救我！我的儿啊！妈，快想办法凑钱啊！丰年要是没了手指，这往后还怎么写字啊？对，妈，不如把房和地都抵押了。啊，不行，这可是我们一家孤儿寡母最后的依仗了，卖什么都不能卖房卖地。桂兰，我记得你过门的时候，你爹给你陪嫁了首饰，现在赶紧拿出来，快救丰年啊！妈，不是我不愿意，那些首饰可是我现在唯一能够留下来晋级的。之后你孙子出生要添置的东西还有那么多，我总得盘算点。你都嫁进我们许家了，你的首饰就是我们许家的东西，拿出来！这个东西，自己的儿子管不好，还怪到我头上。妈，我还只是丰年的嫂子，丰年的老婆那儿可还有一间铺子呢，只要把铺子抵押了，肯定能值2000块。这一家人终于想到我。西西，救我！西西，你快把房契拿出来应急。你放心，等度过了这次难关，我们一定帮你再把铺子拿回来。西西，妈把这个传家的镯子给你，只要你肯出手帮这一次，之后等丰年出息了，肯定把铺子还你。不然，丰年的前程可都被你毁了。上一世，不等他们想到，我就已经把房契拿了出来，解了许丰年的燃头之急，可换来的却是如此凄惨的下场。这一次，我定要让他们好好尝尝绝望的滋味。就这个破银镯子，也值我的一个铺子，可别做梦。晨曦，你可是丰年的媳妇儿，你祸害他有什么好处？我说，你们到底拿不拿钱？拿到不拿钱，那就别怪我剁了他。谢，你要放任我成残废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许丰年，你不是最有出息的大学生吗？怎么连这种最简单的骗局都分不清啊？不如这次就让你长长教训。要是晨曦不拿出铺子，岂不是要卖房卖地了？我儿可不能一出生就遭罪呀！弟妹，你别闹脾气了，嫂子给你赔不是，好不好？弟妹，我算你哪门子弟妹？不是你刚刚还撺掇着他说，等他上了大学，随便都能找到个能生养的女人。反正我和他也没领结婚证。弟妹，是我错了。难道你是非要嫂子给你跪下？怎么油盐不进？非要不知羞耻的让外人看我们许家的笑话，你就得意了？首先，说到底，我和许丰年压根儿就没领证，就不是你许家人。再者说，你们一个个心里打的什么算盘，还当我陈曦被蒙在鼓里？你个毒妇！张桂兰，你可还怀着孕呢，别动了胎气，伤着你们许家宝贵的长孙。丰年，你可看清楚了，你娶了个什么铁石心肠、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有了，当初晨曦的铺子在过门时又没有做公证认领成他的，而且他之前就把房契放在柜子里。你都放开我！我有钱，有钱！
这个铺面虽然不大，但肯定值2000块，这总可以了吧？许丰年，你还是男人吗？那嫁妆太不是男人了，许家怎么养出这么个东西？许丰年，你可真虚伪啊！刚把房契给了你，转头就想扇我。晨曦，你给我老实点儿！大哥，这下总可以了吧？这不过就是一张纸，谁知道真假？要么你现在就去把户过到老子名下，要么就把铺子卖出去，给老子现金。晨曦，你就是个抠门的扫把星！当初要不是看你有个铺子，你以为我们许家会要你？妈，您别这么说，好歹人家也差点成了咱们许家人。不过可惜啊，某些人肚子不争气，进门这么久了，连个蛋都下不出。就是，丰年还真是瞎了眼，娶了你这么个废物。现在铺子可都抵了债，看你还有什么用？晨曦，我劝你识相点，之后你就老老实实伺候我们一大家子，我们还能大发慈悲赏你一口饭吃。但如果你要是敢像今天这么闹，你就给我滚出许家！看谁家要你这么个二手货！都这个时候了还吃呢？我要是你，早就找根绳子上吊了。现在铺子没了，又生不出孩子，你还有什么脸面赖在许家？这就急不可耐地露出他们丑恶的嘴脸了，高兴的也太早了些。丰年回来了！晨曦，你的好日子今天算到头了。丰年，事情可是办妥了。那还用问？我们丰年可是大学生，必定办得漂漂亮亮，2000块到手，那帮讨债的孙子还不得灰溜溜的走？骂谁孙子呢？你们怎么又来了？钱到手了，还想赖着我们家不走？丰年啊，这究竟怎么回事儿？什么？公证了？晨曦今天刚在村长那儿做了公证，这个铺面如果没有晨曦签字就办不了。不可能！他什么时候做的公证？他怎么敢？你们不会真当我晨曦是那种任人宰割的傻子吧？晨曦，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！哪样？不受你们欺负，我有错吗？快老实点儿！你们到底还不还钱？再不还钱，老子真剁手了！晨曦，都是一家人，你怎么能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你老公成残废呢？西西，我知道你今天心里有气，但再怎么说咱们也是一家人，你就当是帮我一个忙，把字签了，我以后一定加倍对你好。对我好？许丰年，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？我可还没忘，刚才是谁拿了房契就转头想扇我。晨曦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能嫁给我这个大学生，那是你祖坟冒青烟。晨曦，你要是敢不签字，那我今天就非要弄死你不可！贱人，你放开我！妈，你没事吧？妈，你没事吧？你个扫门星，山大婆婆，大家伙都来看看还有没有天理了！哎呦，我肚子疼，都是被弟妹气的。晨曦，你这是要一尸两命啊！这晨曦也太狠了，连婆婆和孕妇都敢动手。就是，再怎么着也是一家人，至于吗？西西，就算妈和嫂子说了你不能生养，你也不能故意折磨他们出气啊！你看她那个样子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女的谁呀？听说是许丰年的对象。放开！
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们一家子这么会演戏？你许凤年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知识分子，结果在外聚众赌博输了3000块，转头就想用我的嫁妆来填你的烂账，不想给就动手打我。而你张桂南，不止一次在我和许丰年之间挑拨离间，一边让我供许丰年读书，一边又怂恿他拿着我的钱读大学找别的女人。你可以缺德，但你总得给你肚子里的东西积点德吧？我没有，你污蔑！这张桂兰向来都是个长舌妇，这种事儿是她干得出来的。我呸！缺心烂肺的毒妇！晨曦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可是你婆婆！你现在知道是我婆婆了？那你刚刚拿着铁锹要杀我的时候，为了夺我手里的铺子对我各种羞辱的时候，为了供你儿子读大学逼我洗公厕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你是我婆婆？这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一家子真是烂到一处去了。看什么看？大哥，咱有事好好说。我的儿啊！我说你在这儿哭天喊地，屁用没有？老老实实把3000块钱还了，不然就让这小子断子绝孙！不要，爸，救我！打我！打的就是你这个多嘴的东西！要不是你挑拨我儿和晨曦，怎么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？既然晨曦铁了心不给铺子，你就必须把嫁妆全部拿出来！这个老不死的东西，他儿子不争气，欠了一屁股烂账，还想让我来擦屁股。休息你个老东西！你儿子烂赌欠钱，凭什么让我填窟窿？我嫁进许家，一天好日子没过上，还要受你的气！你吃我家的，喝我家的，拿点嫁妆，救急怎么了？你别忘了，你肚子里的种还是我们许家的。放你娘的屁！这嫁妆是我妈留给我的，跟你许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儿子不争气，就想打我的主意，让街坊评评有没有这个理？听，这就打起来了，可真够热闹的。你们别打了，先想办法救我呀！张桂兰，你今天要是不把嫁妆拿出来，我让你在许家待不下去！吓唬谁呢？我大不了带娃回娘家。妈，要救你儿子，别光盯着嫁妆。我记得你们许家还有一间铺子，在你名下吧？你上一世，直到婆婆死后，我才知道，这许家在很多年前就在镇上置办了铺子，只不过公公死后，被婆婆一直贱在手里，每个月收着租金，每天我们在外忙前忙后，她却背地里吃香喝辣。这一次，我让你不吐出来也得8层皮。你放屁！我家哪有什么铺子啊？你们丧门星别在这造谣，毁我许家名声！造谣！公公死前在镇上可留了间铺子，你以为你能瞒得过谁？这每个月可收着几10块的租金，自己吃的满嘴流油，让你儿子媳妇儿在外头扛水泥洗厕所，你可真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妈。啥？你手里居然有铺子？真没想到，我嫁进你们许家那么多年了，你藏的可真深啊！我还以为咱家就剩这几间破土房了，我跟着你们吃苦受累，你居然藏私！那是我的养老钱，跟你们可没关系。养个屁的老！你最得意的儿子，马上都要被人断子绝孙了，你还想抱着那铺子进棺材不成？啊！你赶紧把铺子拿出来啊！你真想看着你儿子变太监啊？你少他妈废话！老子数到3，再不给钱，先割蛋再剁手。1，你这个丧门星，也不是你，整天挑拨离间，这个家能成这样？你给我把嫁妆全吐出来！他老婆死的，你儿子在外面烂赌欠账，别让我填坑！吵死了！都他妈给老子闭嘴！妈，你快给钱呀！你要眼睁睁看着他们弄死我吗？许丰年，看到了吗？在你妈心里，
你这个好儿子还比不上一间铺子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个丧良心的东西！我丧良心？我在外累死累活打工供许丰年读书，你却还变本加厉屠我的铺子，真当我傻？就是你儿子不争气，凭啥让我们出钱3。我的儿啊，你可吓死！那都是我留下傍身的价值。现在好，你们许家欠我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。你嚎什么嚎？要不是你不肯早点拿出来，能拖到现在，我铺子还不是全都搭进去了？我找谁哭去？你活该！现在知道心疼钱了，晚了。行了，少狗咬狗了，人都走了，该干嘛干嘛吧。晨曦，昨天的事儿就算过去了，我们也都不跟你计较。但这丰年的学费我是没招了，你得自己想办法。我可没钱。你没钱不会去挣，你白天扛水泥，晚上洗盆子，每周再洗次公厕，总能凑出来。丰年可是你男人，你未来都得倚仗着他。西西，我知道昨天让你受委屈了，但我上学的事儿可不能耽误啊！你就当为了咱们的将来再辛苦辛苦。等上了大学，我第一个就把你踹了。这大学生不会自己出门打工挣钱，还天天想着吃软饭。哟，弟妹，你这话说的可不对。这丰年是知识分子，哪里能干那种脏活累活？和你哪能比？你的嫁妆掏得比脸都干净了，还有心思管别人的事？还是先管好你自己。西西，你怎么变得这么不懂事儿？以前你不是这样的，你说过要陪我一起好好过日子的。昨天闹那么一出，今天你们就一个个都装没事人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背地里打的是什么主意。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亏得丰年对你那么好，你就这么报答他的？西西，昨天是我太心急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你实在是生气，要不你打我一巴掌解解气。好。哎呦，我的儿啊！没想到这弟妹下手可是真够狠的。西西，那我的学费就全靠你了。挣学费，做你的春秋大梦了。我挣的那是我的路费。大姐，我买一张去京海的票。去京海的票3天后，你介绍信呢？什么介绍信？非正当理由去京海都要介绍信，没有介绍信那可买不了票。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想去京海看看我妈。那就回去开好了再来。姐，你帮我留一张票呗，我拿到介绍信就给你。那你记得准时。后天中午前你要是没来，票我可就卖给其他人了，钱也不会退给你。上一世，我记得给爸收拾遗物时，才意外翻到当年妈妈留给我去京海的介绍信。那时我才知道，原来我的妈妈给我留了一条退路的，只可惜我知道的太晚了。而这一世，我一定要拼尽全力离开这个吃人的地方。西西，回门的东西你忘了拿，就几块旧冰糖和半袋的红苕，这许家好意思拿，我都不好意思送。家里是真没钱买酒买肉了，反正你也不喜欢你爸和你后妈，干脆把钱攒下来留给我们好好过日子不好吗？来就来嘛，怎么提这老多东西？多客气啊！你们小两口把自己个儿的日子过好就成，下次可不许准备这么多了。我回去了。你这干什么呢？晨曦脾气犟，他要是不听话，该打打该骂骂，我是10000个同意。走，我们进里屋喝酒。哎，好好好。介绍信终于找到了。
我看你们许家也真是穷怕了，这种东西也好意思送出手？我们陈家是缺你吃缺你穿啦，回趟门还带这些东西来羞辱谁的？你还真是条养不熟的白眼狼，当着你男人的面装什么清高？回了娘家就摆谱，还真当自己金枝玉叶了。我可告诉你，你啊可没那命。你个天杀的贱蹄子！你敢泼我？手滑了？手滑？看你就是故意的！你个小娼妇，嫁出去的人了，还回娘家撒野！这房子是我爹的，我回我自己家，你管得着吗？回你的家，这家早就是我的了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赔钱货！赔钱货！当年你把我卖给许家，收了多少彩礼钱？你心里没数？放你娘的屁！你爹养你这么大，收点彩礼怎么了？你吃我家的，喝我家的，现在翅膀硬了，敢跟我动手？吵什么？还让不让人喝酒了？建国，你看看你养的好闺女，她泼我一身水，还要打我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？晨曦，你没事泼你妈干什么？赶紧道歉！我妈早死，她算我哪门子的妈？你听听，她说的这是人话吗？我这些年伺候你爹，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，她倒好，一回来就给我脸色看。西西，别闹了，咱们是来回门的，闹成这样多不好看。闭嘴，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都给我消停点！晨曦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来拿回我妈的东西，不行吗？什么东西？你妈走的时候可啥也没留，你少在这儿糊弄人。你怀里揣的啥？给我看看！啊！你算个屁！我的东西你也敢碰？建国，你看他怀里肯定藏了值钱的东西。你妈当年走的时候，说不定留了金镯子。晨曦，你说实话，你妈到底留了啥？拿出来看看。我妈留了什么，跟你们有关系吗？怎么没关系？你嫁出去了，你娘家的东西就是你爹的，你赶紧给我拿出来！张菊花，你拿我的彩礼钱还不知足，现在连我妈留给我的东西你都想抢，你的脸皮怕不是比城墙还厚？你个小贱蹄子，你什么你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拦我，我让你今天吃不了兜着走。许丰年，你管不管你媳妇儿？她拿了娘家的东西，你也不问问。西西，要不你就拿出来，都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，我早出晚归供你读书去拼命打工，回到家连口热饭都不给我留。我跟你们许家从来都不是一家人。晨曦啊，爹也不是要抢你的东西。前些日子你和许家闹的那出，我们也都知道的。要不你把铺子过给我们，往后他们也拿你没辙。到时候你要用钱的时候，爹再把铺子给你。给我？只怕真到了那时候，那铺子连个灰都不会给我留下。我告诉你们，那铺子我已经去村委会公证了，没有我签字，谁也动不了。你妈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什么？你公证了？你凭什么？凭的是我妈留给我的，跟你们没关系。他怀里指定有东西，我倒要跟上去看看晨曦他究竟搞什么鬼。回来了，听说你今儿上镇上了。去镇上转了转。转转，你兜里揣的啥？鼓鼓囊囊的。给许丰年买的票，他都快开学了，我怕到时候买不着，排了一上午的队。青海，真是去青海的票。西西，你对我太好了。就买了票，没买别的？我能买什么？钱都搭进这票里了，更何况丰年下学期的学费还没影呢，我还不是得起早贪黑去扛水泥。张桂兰，你别太过分！我看看怎么了？都是一家人，你还藏什么？就是，看看能少块肉？看，随便看，看完了我好去干活。我都说了没有？要不要我把裤子也脱了给你？没有就没有，你急啥？妈，嫂子，西西都给我买车票了，你们就别闹了。你干什么去？
洗碗。果不其然，许家人疑心都极重，还好我今日在车站发现了张菊花的小动作，早做了准备。你好，请问有去京海的票吗？今天在车站，我的确买了2张票，一张是在售票处买的，写有我名字的车票，而这另一张是从票贩子手里买的票，写的却是许丰年的名字。弟妹，你今天真就只买了票，不然呢？我怎么听你后妈说你回陈家拿了一封信？他眼瞎了吧？那是我擦嘴的帕头。帕子？你啥时候擦嘴还用帕子了？你到底想问什么？我就是觉得你不对劲儿，比如以前让你干活，你二话不说，现在倒好，动不动就给我们甩脸。我给你们当牛做马，怎么连喘口气都不能？你可别忘了，你吃的住的哪一样不是许家的？要不是丰年娶了你，你现在可还在你后妈手底下讨饭吃呢。你故意的吧？嫂子，我这还洗着碗呢，你怀着孕，站远点。你等着！还好，他们没有怀疑到介绍信。西西，村口今晚放电影，我想带咱妈和嫂子去看，你记得一会儿帮我把行李收拾了，明天中午就要走了，这东西还没整。让我在这洗碗，去看电影。许丰年，你可别忘了，你这学费还是我给你挣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去看电影碍着你什么事儿了？不过是觉得好笑。我白天累死累活供他读书，晚上回家还要洗碗，而你们一家人却还有脸去看电影。就凭我和妈都帮了丰年填上窟窿，而你这个媳妇儿却袖手旁观。都别吵了，电影要开场了。晨曦，记得收拾行李。你自己没手，让你收拾你就收拾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不就是收拾行李吗？好啊，我收。行李都收拾好了。西西，等我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，咱们就领证，到时候接你去城里住，给你买金镯子，买电视机。这段时间你供我读书吃了不少苦，我心里都记着呢。以后我出息了，第一个对你碰我！怎么了？脏。我不嫌你脏。晨曦，你躲什么躲？我俩都结婚那么久了。许丰年，你连证都不跟我领，还让我给你们全家当牛做马。现在临了要离开了，又想让我陪你睡，你想的可真美啊！晨曦，你别不识好歹，我现在是大学生。大学生？是欠了一屁股债的大学生，还是让你妈和你嫂子搜我身的大学生？许丰年，跟人沾边的事儿，你是一件都不做。晨曦，往后等我飞黄腾达，我定然要让哭着跪下求我。儿啊，到了京海给妈写信，好好吃饭啊！妈，你放心，等我大学毕了业，找了好工作，就把你接过来享福。丰年，你可别忘了嫂子，等你出息了，将来给你侄子也安排个好工作。嫂子，放心，忘不了。晨曦，你是死人啊！男人都要走了，你连句话都没有。车票可要记得带上，别到时候上不了车，可就不好了。去往京海的旅客，请抓紧时间检票上车。去京海的票，这票不对。什么？这票是假的，号码和红章都不对。你这票怕不是从票贩子那儿买成假的了吧？不可能，这是我媳妇儿给我买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怎么会是假的？我们真金白银花钱买的。同志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看多少遍都是假的。去，别挡道。晨曦，你他妈买的什么票？要是耽误了我上学，我扒了你的皮！大哥，你看看这张，
这是真的。就说错不了。晨曦，你干什么？那是我的行李。你的行李，你要不打开看看，里面有几件是你的？哎，没票可不能进。她是我媳妇儿，她拿的是我的行李。我管是谁媳妇儿，没票就是不能进。晨曦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，回来！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，回来！晨曦，你个死婆娘，敢骗我！上一世你们欠我，这一世我先收个零头，剩下等往后再与你们慢慢清。这就是金海吗？上一世我到死都没能再见到妈妈一面。姑娘，你找谁？妈，你是西西？妈，是我，西西，我的西西啊！妈对不起你，妈当年不该把你留在那个家。秀芬，这是……来，西西，我们进屋说。这是我闺女晨曦，我跟你提起过的。西西，这是你乔叔叔。西西，你受委屈了。你妈这些年没少念叨你，寄了好多信回去，可一封回信都没有。那些信都被我爸和后妈铐下来，我没收到过。我就知道是他们干的。西西，你这次来是……妈妈，乔叔叔，我从那个家跑出来了，把我卖给了许家，他们一家把我当牛做马，还想抢妈妈留给我的铺子，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。跑出来就好，跑出来就好，以后你就住妈这儿，妈养你。对，往后这就是你家，有你妈妈和乔叔叔在，没人再敢欺负你。你妈煲的鸡汤最好喝了，快尝尝。我操，这谁啊？这身材倒是好。卫东，这是你姐晨曦，往后就住咱家了。我哪来的姐？你别什么人都往家领，这年头骗子多，别被骗了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什么态度？西西，他就这样，成天跟吃了炮仗一样，你别管他。没事儿，慢慢来。喂，我跟你说，别以为爸和赵姨认你，你就真把自己当家里人了。识相的话，自己走，省得老子动手。我跟你说话呢，哑巴了。说完了，说完就别挡道，我要进去。行，你给老子等着。幼稚。东哥，就他。一个瘦巴巴的小娘们儿，也犯得着你亲自动手？让开！你给我跪下磕个头，好好的叫声东哥，我就放你过去。对，对，磕头！就你也配进东哥家的门？我最后说一遍，给我让开！哟呵，还挺横。哥几个，给他点颜色看看，教教他什么叫别惹在道上混的。哎呦！哎呦！你真当我几百斤水泥是白搬的？你他妈放开我！就这，你们也敢说是在道上混的？东哥，这娘们儿我们打不过。乔卫东，我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姐，但我警告你，你如果再想找我茬，
我晨曦奉陪到底。呀，卫东，你这是咋的了？谁打你了？跟人打架了？谁打的这么狠？爸给你做主。我打的。姨，你看见了，这就是你闺女，下手可黑着呢。之前不论是在陈家还是许家，不管对错，到最后挨骂的永远都是我。这次的确是我先动的手，怕是难逃被骂。好，打得好！爸，你是我亲爸，你在说啥？我说你活该，个混蛋玩意儿！是不是又带着你那帮狐朋狗友去招惹我们西西了？西西，你别怕，这个臭小子什么德行，叔叔心里都清楚，肯定是他挑事在先。就是叔叔不知道，我们西西居然这么厉害，看着瘦瘦小小的，没想到还能收拾得了他们。之前在许家，不管我有多辛苦，受了多少委屈，从来都没有人来替我说一句话。卫东，你要是敢再欺负你姐，姨第一个饶不了你。谁欺负她了？我就是和她闹着玩儿。对不住，是我下手没轻没重。谢谢啊。西西，多吃点儿，看你瘦的。西西，有件事儿，叔叔想跟你商量商量。我在学校教书，跟领导关系还不错。之前听你妈妈说你从小就聪明，不如回去重读个高中。要是好好读，定然能够考上不错的大学。读书？对呀，西西，你小时候成绩那么好，要不是你那个杀千刀的爹和后妈，哎，总之现在也不晚。就你能认得几个字，也配读？我儿的书，还不去地里干活去？妈，乔叔叔，我不想读书，我想创业。啥？创业？我想开个香包店。我前些日子来京海，发现无论是火车上还是车站和大街上，好像不论男女，谁都要拎个包。更何况京海南来北往的人本就多，更何况妈在的厂子不正是做皮包的吗？有眼光，现在个体户政策好，而且我学校旁边那条街，好几家小铺子都挣钱。可开店要本钱啊，咱们家虽说能过得去，但终归没有多余的钱给你开店。妈，你别忘了当初你留给我的铺子，我早已经委托村长王叔帮我处理，他也提前把铺子钱给我了。这些钱应该能在京海租个小铺子。行，我们西西有魄力，叔支持你。我攒了点私房钱，先拿出来给你用。妈这儿也有，虽说不多，但凑一凑总归够起步了。原来被家里人无条件支持的感觉这般好。卫东，你天天带着你那帮兄弟瞎混，能干出什么名堂？不如从明儿开始，你就跟你姐一起干。让我跟着他，我才不去！不去也得去。你要是不去，以后别管我叫爸。卫东，你姐一个女孩子初来乍到，你这个当弟弟的多照顾一下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就要在外头开店，多不容易。你这个当弟弟的，不该在一边帮衬着点儿？行，去，我们去前面看看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来，您二位看看，真不是我吹，您二位就算是把整个京海翻过来，也找不出这么划算的铺面。行，就这间了。乔卫东，你带人去搬砖，把门口的台阶修了。黄毛，你去刷墙。你们两个把这堆垃圾清出去。
这店谁开的？老乔家闺女，听说从外地来的，厉害着呢。西东香包开业大吉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西东香包开业大吉，全场5折。若是不久前的我，一定做梦都想不到，不久后我会站在京海最繁华的街头，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店。你都这么半天了，到底挣钱没？挣了多少？就这一个礼拜赚了300。我去，这么多！咱们这是要发财的节奏啊！这才刚开始，等口碑做起来，翻倍都不是问题。行啊，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。走吧，收拾收拾，咱们去吃个庆功宴。谁是老板？给老子滚出来！你干什么的？你们这破店卖的什么玩意儿？我前几天在你们这儿买了个皮包，今天拉链就崩了，给老子赔钱！票呢？票谁他妈还留着？早扔了！没票，你说是在我这儿买的，就是在我这儿买的。你个小娘们嘴这么硬，怎么着？你他娘的想赖账？好好说话。哟，还有个护花使者，兄弟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闪一边去。我也是这儿的老板，你说有没有关系？行，那我就跟你们说清楚，这包15块买的，你们再赔我5块跑腿费，一共20块，少1分都不行。我们店里的货里衬可都缝着西东香包的布标，每个包都有，而你这个却没有。那可能是你们忘了缝，忘不了。我们的布标是在工厂就缝好的，你这个包压根就不是我们家的。少给我整这些没用的，不赔钱，那你们这店就别他妈的再想在京海开。死胖子，你这不是讹人吗？你他妈的再说一遍！哼，你敢动一个试试？小子，你知不知道这条街是谁罩着的？我劝你们识相点，赶紧赔钱，省得到时候吃尽苦头。我不管谁罩着，你没票没布标就想来找茬，想得美！你要是不服，现在就去派出所报警。臭娘们儿，长这么水灵，但脾气这么烈，不没钱可以，那你今晚陪陪哥哥。赔你大爷！要不要今晚你借我来陪陪你？松手！胳膊断了。乔卫东行了，放他走，打了他咱们还得吃官司。你们给我等着，这条街上还没人敢动我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受伤了？皮外伤，不碍事。坐下。那天在胡同里，你是故意让的我。那是我乔卫东从来不打你。往常这时候早就人满为患，可怎么今天这么冷清，一个客人都没有？谢谢，不好了，东哥和人打起来了！干什么？打人了！你快打人了！乔卫东，住手！怎么回事？你问他。你们还不知道吧？那家西东香包店，就那个外地来的小娘们儿，看着挺水灵，实际上脏着呢。怎么说？昨晚我拿包去找他退钱，他死活不退。我说那怎么办？你们猜他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他说没钱赔，但可以陪睡。真的假的？看着不像啊！我骗你们干啥？不信你们今晚去试试，那娘们儿骚着呢，做生意都做到床上去了。看什么看？你敢做还怕人说？你还真是癞蛤蟆爬小背，不咬人纯膈应人。你骂谁呢？昨晚你拿着一个破包进店想要讹钱，
那包不仅没有小票，还没有布标。我让你去派出所，你不去。今天转头就在街上泼我脏水。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讹不到钱就来造女人的谣，丢不丢人？这胖子刚才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怎么现在一个字儿都蹦不出来？一看就是编的。真要是有那事儿，他能说不清楚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我告诉你，这条街上老子混了这么多年，还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嘴巴抹开赛素了，也不能张嘴就拉吧？有能耐讹人没种认？你一个臭娘们儿！女人怎么了？女人做生意就该被你欺负？怎么？你不是女人生的？还有，我凭本事开的店，一毛一分都是干挣钱。你再敢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说得好，这种人就该这么治他。就是一个大男人欺负人家小姑娘，真不要脸。记住了，你姑奶奶叫晨曦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要是再让我看见你在这条街上出现，我见你一次骂你一次。西姐，你那嘴皮子把胖子怼得屁都放不出一个，就骂两句真是便宜他了。照我说，就该揍到他说不出话。打人犯法。陈老板好口才，下下佩服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钱，是对面盛豪香包的老板，咱们以后就是邻居。钱老板有何贵干？生意嘛，讲究和气生财。不过京海这条街有这条街的规矩，陈老板这么年轻，又不是本地人，怕是不知道里面水有多深。有话直说，甭拐弯抹角。那我直说了，陈老板，你那铺面位置不错，不如把铺面转给我，你呢到我那儿去上班，价钱好商量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不急，咱们来日方长。西姐，那姓钱的是不是要搞事儿？怕他？有我在，他敢动你一根手指头试试？他不就等着咱们慌吗？别自乱阵脚。黄毛，带几个人盯紧对面，看看他们究竟要干什么。同样的东西，卖的比对面贵1倍。走，我们对面去买。那姓钱的把价钱压得比咱成本还低，这不砸锅卖铁赔本赚吆喝吗？西姐，你看，这是对面这几天的出货量，卖的跟不要钱一样。赔本砸价撑不了几天，他这是在逼我先降价。要不我们也降？绝不能跟着降，跟着降才是中了他们的圈套。那怎么办？他拼低价，我们就拼别处。我算了笔账，咱们的包用的是好皮料，用上3、5年都没问题。它能压价，但压不了质量。那有什么用？普通消费者管你用几年，便宜不就完了？那就让他们知道，用几个月就烂的便宜货更贵。从明天起，咱们店里所有包都涨价。什么？别人都在降价，咱们家还涨价？对，不仅涨价，还都挂上这个西东香包，终身保修。西姐，咱们这不得赔死？我敢终身保修，那是因为质量过硬，坏不了。如果真的坏的，咱们就拿回厂里修。顾客看在咱们不仅服务态度好，质量也好，自然会推荐身边的朋友来。行啊，你晨曦，没想到赵姨说的还真没错，你的确很聪明。钱老板，你不是想把我挤出京海吗？那就试试看，是谁先撑不住。走过路过别错过，西东香包终身保小，拉链坏了免费换，皮面破了免费补。终身保小，骗人的吧？大姐，白纸黑字写了挂墙上呢。大姐您放心，我们店就是隔壁皮包厂的。俗话说得好，跑得掉和尚可跑不了庙。这皮子倒是厚实，比对面那个好多了。对面我买了半个月拉链就崩了，您把那包拿来，我免费帮您修，不收1分钱。我又没在你这儿买，没买也修，就当交个朋友。老板，那娘们搞什么终身保修？今天好几个人拿着咱家的破包去找她修。咱家的包？咱家那批货，您不是让用次点的料子，用2月就烂。你他妈跟谁说的？降价，再降2成，我看他们修不修得过来。姑娘，还是你说话算数。这样，你家的包我一样来一个。你这真保一辈子？
那我要是用3年坏了呢？大哥，我们家1年内坏了直接免费换新，3年内坏了您把包拿过来，我们给你返回工厂维修。那我买5个。你帮我看看我这包。我先看看，你放这儿吧。哎，今天又赚了不少啊！老板，要不咱也搞保修？保个屁！老子是进的货，没那个本钱跟他耗。去，给我摸清楚他几点关门，走哪条路。老板，你是想这小娘们儿敬酒不吃，那就让她吃罚酒。西姐，今天光是20寸的旅行包就出了20多个，柜台都搬空了。你俩辛苦了，先回吧，我把货盘完就走。我等你一起。不用，你今天不是胃疼吗？早点回去吃饭。东哥，走吧走吧，西姐还能丢了不成？别太晚了。知道了。这娘们劲儿真大！陈老板，我说了，咱们合作共赢，你不听。既然你敬酒不吃，那就别怪老子请你吃罚酒。把铺子和你手里的货全部转给我，这事儿就算了。做梦！不识抬举。老板，我早就想收拾他了。上次他在街上骂我，今天刚好新账旧账一起算。小美人儿，皮肤真嫩啊！妹妹听话点儿，让哥哥好好疼疼你。他奶奶的，谁呀？你敢动他试试？又是你小子！小子，他妈找死！一群废物！你敢动他试试？小子，你再往前走一步，这刀可不长眼。你他妈以为老子不敢？你敢划他一刀，老子就敢卸你一条胳膊。不信你就试试。刚才你用刀抵他的头很威风是吧？那现在你也尝尝这滋味。兄弟，好兄弟，别杀我！卫东，够了，报警。第3家店的位置看好了吗？看好了，火车站旁，人流量大，就是租金贵了点。贵不怕，咱们挣得回来。西姐，东哥，这一车货送完，我就直接去分店帮忙了啊！那边我得盯着。去吧，黄老板。去年这个时候，对面那个姓钱的还在门口对着我们吆五喝六呢。善恶终有报，把价格调整下来吧，我们绝不能走他的老路。好。陈曦，我你个陈曦，吃我许家的，喝我许家的，当初一声不吭买了票跑京海来了，你个贱人，居然还开了3家店！你混得这么好，不知道你男人还在学校啃馒头吗？这店也有我一份儿，明天我就去找，我倒要看看
你见了自家男人还笑不笑得出来？丰年，这铺面不小啊，你居然认识这店老板？认识，何止认识，这还是我媳妇开的店。我早就料想过会遇见许丰年的那天，但没想到这一天竟然来得这么快。西西，好久不见，想我没？你这就不对了吧？你供我上大学那会儿，咱们可是实打实的夫妻，夫妻哪有不吵架的？我不计较你偷偷跑出来，你也别小心眼了。你们都随便挑，我媳妇儿的店就是我的店。许哥，这包不错呀。谁拿谁付钱，不付钱我立刻报警。西西，给我个面子，这都是我同学。你的同学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你是我老婆，你的就是我的。我让他们在咱店里拿几样东西，怎么了？西西，他是谁啊？哦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就是报纸上站你旁边那个野男人吧？晨曦，你跑京海来就是跟他过的？我跟谁过都跟你许丰年没有一毛钱关系。没关系，你是我许丰年的女人，是我家花了彩礼娶进门的。你现在外面开铺子挣了钱就想把我踹了，门都没有。你这媳妇儿脾气不小啊！晨曦，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这店有我一半，你把账本拿出来，咱们好好算算。你要是识相，以后每个月给我拿200块钱，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可你要是不识相，你要怎么着，就让你们这店开不下去。许丰年，你可真是死性不改。首先，我跟你可从来没领过证，法律上没有任何关系。其次，你许家当年是怎么对我的？让我白天扛水泥，晚上洗盘子，还得打扫村里公厕，就为了供你读大学。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？你忘了当初你赌钱欠了3000块，转头就想拿我妈留给我的铺子填你的窟窿，这些事情是我胡说。我在你们许家当牛做马那么多年，好不容易逃了出来，就连路费和车票钱都是我一点点打工攒下的。现在我自己挣了钱开了店，你倒跑来跟我说什么我是你的女人，好笑！我说，你没镜子总有尿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看看自己配不配得上。晨曦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现在有几个臭钱了就翻脸不认人？我告诉你，我许丰年可是大学生，你一个初中都没念完，好意思和我相提并论吗？大学生？你那个大学是怎么上的？是我晨曦在水泥厂打工供的，没有我，你走得出村里，还跑来我店里耍威风，张口闭口就要分钱。许丰年，你读了那么多书，就只学会了不要脸？好啊，晨曦，你长本事了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等等，就知道晨曦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你刚才不是说要算账吗？行，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就跟你好好算算。这是当年我供你读书的账，你在学校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哪一分钱不是我晨曦的血汗钱？现在你跑来跟我说这店有你一半，要点脸吧？这小伙子看着人模人样的，怎么净干这种事儿？看什么看？都给我滚开！晨曦，现在硬气了。当我飞黄腾达有你哭的时候。那账本你还一直留着？但不是为了记恨谁，只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，提醒我以前有多傻。西西，我是真心疼你，那时候你该多孤立无权，要是我在就好了。都过去了，因为现在我不是一个人了。西西，嗯，你跟他在一块那几年受了很多罪。受罪倒不怕，怕的是受罪还被人当成理所应当。不过那些人和事儿跟我再没关系。往后你有我。晨曦，你当着一屋子人的面骂我，让我在同学面前丢尽了人，我非让你跪着求我不可。她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能1年时间是在京城开3家店，这里面肯定有不干净的事儿，我就不信抓不着她的把柄。都来瞧瞧啊！西东小包的老板娘晨曦，在老家嫁给了我，现在还跟亲弟弟搞乱伦，简直是伤风败俗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你还想挨揍是不是？有本事你打！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打我就去派出所。来，都来看呐，老板娘出轨了！
这女的不挺能干的吗？怎么还做出这种事儿？晨曦，你要是不心虚，你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说，你跟这个男人是不是住一块了？你们是不是睡一张床？你敢不敢说？说完了。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。当初我和许丰年的的确确是摆过酒席的夫妻。看我没乱说吧？晨曦，你要是想要平息事情也很简单，只要你每个月给我300块钱，我保证不打扰你的生活。但是我晨曦跟你许丰年这么多年有没有领过结婚证？你敢说吗？说，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西西是你媳妇儿吗？证呢？只不过没来得及领而已。而已。你一个大学生把书读进狗肚子里了。既然没有结婚证，我跟你就是没关系。既然没关系，那我晨曦爱跟谁过日子，关你许丰年屁事儿！没扯证算什么夫妻？这男的脑子有毛病吧？没证还有脸来闹？我呸！就算我们没领结婚证，但我可知道你妈在你3岁的时候就改嫁了。那这个男人就是你亲弟弟，你天天和他谈情说爱，拉拉扯扯，你这是在搞乱伦！晨曦，你要不要脸？那睁大你的狗眼，给老子看清楚了！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还不快滚！晨曦，你给我等着！西西，多吃点，这些天看你都瘦了。西西卫东，街坊邻居最近老跟我们念叨，说你们俩在店里同进同出的有说有笑。我跟你娘就想问问，你们是不是处对象了？爸，赵姨，这事儿不怪西西，是我先追的她。你们要骂就骂我，别为难她。西西一开始根本不理我，是我死皮赖脸天天往她跟前凑。我觉得她聪明能干，心肠还好。你们不知道她吃了多少苦。那姓钱的堵她，那许门年还欺负她，她一个字都没跟家里说，全自己扛着。我就觉得这样的女人，我得护着她。所以你就追人家了？追了。反正我就认准他了。爸，赵姨，这事儿跟西西没关系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小子肯定是动真心了。行，算你小子有种，还知道护着人。你们不生气？生气干什么？只要你们两情相悦，我和你爸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以前游手好闲的，自打西西来了，跟换了个人似的。你们俩又没有血缘关系，谁要是敢说闲话，让你爸出去跟他们理论。对。这事儿我给你们兜着，但是你要是敢对不起西西，我第一个收拾你。不会，绝对不会。西西，妈就一句话，往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别自己扛。你有妈，有乔叔叔，有卫东，这就是你的家。有家的感觉真好。就在。西西，刚才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心的。我知道。所以，乔卫东，愿意。许同学，你的学费已经拖了1年了，再不交齐，我们只能让你先休学处理了。知道了，老师，我会尽快凑齐的。都怪晨曦，要不是他，我会没钱交学费。你不让我好过，那你也别想好过。怎么了，西西？账上莫名其妙少了80多块。店里进贼了。每天少一点，不仔细对根本发现不了。这人还很贼，不一次拿光，专挑零钱吃。西姐，会不会是顾客趁人多顺手干的？抽屉里的钱没少，少的是柜台下面铁盒里的备用金。只有知道铁盒位置的人才拿得到。许丰年，他上次来店里眼睛到处瞟，我当时太忙了，压根没意识到是他。8、9不离10，他大学学费一直没凑够，这是狗急跳墙，偷到我头上来了。西姐，要不要报警？
没证据，报了也没用。他不是喜欢偷吗？那就让他再偷一次。许丰年，果然是你！放开我！人赃并获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西西，我错了，我真错了。学校催学费，我没钱，我走投无路了，就看在当初我们也恩爱过的份上，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走投无路就来偷我，许丰年，你上次来贴大字报，我没送你去派出所，已经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了。要怪，只能怪你自己不长记性。报警！西西，我求你，给我一条生路吧。我要是坐了牢，这辈子就都毁了。当年我在你们许家当牛做马的时候，谁又给我生路了？晨曦，他们正敢报警，你等着，等我出来，我弄死你！晨曦，你个贱人，我让你不得好死！警察同志，我不仅要告他盗窃，还要告他寻衅滋事、当街诽谤，人证物证我都有。明天来所里补个材料。晨曦，你够狠！我儿子呢？你们凭什么抓我儿子？跟我过来。妈，你可算来了。儿啊，他们打你没有？是晨曦那个贱人报的警，他设局坑我。我就知道是那个丧门星害的你。注意言辞，你儿子入室盗窃，已经人赃并获了。我儿子是大学生，是文化人，怎么可能偷东西？那店是他媳妇儿开的，他拿自己媳妇儿的钱算什么偷？据我们了解，你儿子跟晨曦没有领结婚证，不是夫妻关系。人家店主报案了，证据齐全，按法律就是入室盗窃罪。我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，我儿子不能坐牢，他还要上大学。小声点，再闹扰乱治安，一样拘留。同志，你行行好，我儿子是被人害的，那个晨曦是我儿媳妇，全村人都知道。法律只认结婚证，你要真想帮你儿子，找受害人争取谅解。人家要是愿意撤案，你儿子还有机会从轻处理；要是不撤，入室盗窃是要判刑的，学校那边肯定也会开除他。妈，你去找他，我不管你是求他还是跪他，我都不能坐牢。我要是坐牢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行，妈豁出去了，妈就跪在他店门口，看他还能怎么着。晨曦，算妈求你了，你放过丰年好不好？西西，妈求你了，丰年他不能坐牢啊，他是大学生，前途无量的。你就看在你喊了我这么多年妈的份上，饶他一次好不好？以前都是妈一时糊涂，妈老糊涂了。西西，妈给你磕头。都是一家人，有话好好说。这么大年纪跪着像什么样子？你先起来说话。西西，你肯放过丰年了？我让你起来，是不想你把我们店地砖跪脏了。晨曦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以为你现在开了店就了不起了？你当年在我们家白吃白喝那么多年，要不是丰年娶了你，你早就被卖给村里的老官夫了。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你个白眼狼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白吃白喝，我白天扛水泥，晚上洗盘子，你们一家人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哪一样不是我的血汗钱？你倒真敢说！哟，你
你就是晨曦找的野男人。小伙子，我告诉你，这女人不能生，她嫁到我们许家多少年，连个蛋都没下过，你可别被她骗了。不能生我更乐意了，我还舍不得西西受苦呢。你个大男人居然不嫌弃？嫌弃什么？嫌弃他能挣钱，还是嫌弃他心肠好？出去，不出去我报警。你儿子在里头蹲着，你想进去陪他，我成全你。你报啊！我一个老太婆，警察能把我怎么样？是不能把你怎么样，但你再闹一次，我就把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原原本本告诉警察。许丰年的案子还在审理中，他还想减刑，想都别想！你们欺负我一个老太婆，你们不得好死！晨曦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到底撤不撤案？不撤。你好狠的心！你真要把负面前程毁了，你才甘心？他的前程全都是被他自己毁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出去，再不走我报警了！还想报警来威胁我？那你这店也别想开了！报警！报！你去报！让警察来看看你这个扫门星是怎么把婆婆逼疯的！这个贱人居然真的敢报警！警察同志，你们可算来了！这店是我儿媳妇的，我来要回我儿子的钱，他不给还打我！我们接到报案说你打砸店铺。我没有，我就是不小心碰掉了几个包。我和她没有关系。这个女人她持剪刀毁坏店内财物，被砸坏的货品价值我马上列清单，店里所有顾客都是目击证人。我作证，他发疯似的拿剪刀乱划乱砸，我亲眼看见的。我也看见了，他还骂人家姑娘不能生，嘴巴毒得很。他儿子偷钱被抓了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你们都被他收买了，合起伙来冤枉我！警察同志，他的儿子许丰年因为入室盗窃正在拘留，今天他又来店里打砸，这是想威胁我撤案。毁坏财物价值我现在登记，够立案标准。跟我们回所里进行调查。我不去，我儿子还在里头，我不能再进去。西西，你跟警察说这是咱们的私事儿。你刚才威胁我的时候怎么不说是私事？同志，这件事我不私了了，你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。晨曦，你个黑心烂肺的畜生，你害了我儿子又来害我，我们许家到哪里对不起你？要是这么报复我们，不二管不？西姐，东哥，派出所那边说了，他砸店的事儿证据确凿，几个顾客都帮我们做了证，够让他行政拘留了。如今加上许丰年他妈今天这么一闹，许丰年还想从轻处理，想都别想。姑娘，你别怕，那种人进去了就老实了，我们都支持你。谢谢各位，今天让大家吓着了，今天给大家全场7折。同志，是不是要放我走了？放你？签字吧！毁坏他人财物，行政拘留10天，赔偿店主损失120元。我都这把年纪了，你们还要关我10天？看那些破东西值120块。砸的时候不计后果，赔的时候就知道心疼了。同志，那我儿子呢？他怎么样了？他的案子盗窃金额虽然不大，但加上威胁恐吓、寻衅滋事，如果对方不肯松口，那他必定要被判刑。你做好准备吧。完了，都完了！晨曦，等我出来，你给我等着！今天这一仗打得漂亮，这就叫恶人自有天收。现在许丰年和他妈总该消停了。我了解他们可消停不了，等他们一出来，只会更恨我。怕他？他要是敢再来，我就再送他进去。我不是怕他，我是怕许丰年要是真判了，他妈出来肯定要拼命。是妈妈不好，要是那时妈妈把你带走，就不会遇见这些糟心事儿。妈，都过去了，现在不都好好的吗？请问晨曦同志住这儿吗？有他的挂号信儿。西西，谁的信？村长王叔来的信，说是许丰年的妈留了个心眼儿，
在上京海来之前就告诉了陈建国，我如今在京海开店挣钱的事儿，许家人我们好打发。可要是真被你那赌鬼爹知道了，他们以为搬出陈建国就能拿住我了，那可打错了算盘。他若是敢来找我们的麻烦，那我必定会将从前的账与他好好清算清算。西姐，刚才店门口来了2个人，一男一女，在街对面站着往咱们这边看，眼生得很，不像是本地人。男的什么长相？瘦高个，脸红红的，像喝了酒。果然，他们还是来了。卫东，去叫妈和乔叔叔一块儿过来。今天这出好戏，总得要有人镇场。西西，你爹来了，你就这么着的？你来干什么？哟，晨曦，你现在出息了，开这么大店，却连杯水都不给爹妈倒，真是白眼狼一个。你算我哪门子的妈？我不把你赶出去，都是给你一点面子。爹也不跟你拐弯抹角，我最近手头紧，拿2000块钱给我应应急。没钱？没有，你开那么多店，一个月挣的比老子一辈子挣的都多，你跟我哭穷？就是你爹把你养这么大容易吗？你现在发达了，连亲爹都不认了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他养我从小穿的是邻居给的旧衣裳，赵菊花拿我当狗使唤，连口热饭都不给我。而他陈建国身为我的亲爹，除了喝酒赌钱，还做过什么？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！赵秀芬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闺女在这儿，我当然在这儿。陈建国，你这些年伙着张菊花怎么欺负的西西？你怎么还有脸来找他？好啊，你们合起伙来耍我们！我们大老远来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就是被你们这么欺负的，是不是？晨曦，你长本事了啊，连爹都不认了！都来看哟，这一家人真是丧良心嘞！飞黄腾达，转头就不认亲爹，都来看看！亲闺女出息了，开大店，却要眼睁睁看着亲爹被逼死，丧良心嘞！起来，丢不丢人？丢人？我怕什么丢人？没钱才最丢人。哭完了没有？你听听这是什么话？我在地上哭，他在旁边看笑话。你亲妈扔下你，还是我和你爹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？现在挣大钱了，却不认爹了，你这种就该变猪笼！现在你们来指责我不认他，你们怎么不想想，你们都做过哪些恶心事儿？在陈家的这些年，我没吃过一顿饱饭，天天和狗抢食。你不让我读书，还让我去干脏活累活，大冬天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冻得满手冻疮。现在我开了店，他自己欠了赌债，倒想起来我是他闺女。这后妈太不是东西了，把闺女卖出去，现在还有脸来要钱？就是心肠歹毒。你们知道什么？他是我男人亲生的，拿钱孝敬老子那是天经地义。你还要我继续说吗？你当年跟许家商量好，把我留在许家的条件就是许家替我那不成器的赌鬼爹还20块钱赌债，你当我不知道？陈建国，你不是人！我闺女给你还赌债，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这里是京海，可不是你家，打人是要犯法的。我们才送了许丰年和他妈进监狱，不介意再把你也送进去。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，你今天来是来要钱的，还是来耍无赖的？要钱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写个字据，从今天起，你陈建国和我晨曦从此断绝父女关系。签了字我就拿钱给你，从此以后我怎么样跟你无关，你是死是活也跟我再没关系。行，没问题，先把钱拿出来。晨曦，你真要跟我断绝关系？老子是你亲爹！你是我亲爹才可怕，不是亲爹还糟蹋不了我。老头子，你愣着干什么？签啊！那可是2000块！晨曦，你少拿这张纸糊弄我，断绝关系，血缘亲情断得了吗？老子生了你，到哪儿你都是我的种。你这店这辈子都有老子一份，我不光今天来，我往后月月来。不养我就上法院告你。告？你拿什么告？你卖女儿换赌债，你老婆虐待孩子，哪一条拎出来，你都得先进去蹲着。陈建国，你今天能进来，是我闺女还念着你那点血脉。你要是连这点脸都不要了，那咱们就换个地方说话。你吓唬谁？我不是吓唬你，
我在京海教了半辈子书，派出所、街道办都有我的学生，你不信可以试试。你敢？你看我们敢不敢？陈建国，我当年眼瞎嫁了你，我认。但你欺负我闺女这么多年，还想继续欺负？你做梦！陈建国，我只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签了拿钱走人，不签，如果你敢继续闹事，我立刻报警，你自己选。钱呢？数清楚了，出了这个门，少了别来找我。这还差不多。你一个月挣这么多，就给2000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断绝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2000块买断所有关系。你不满意就把钱放下，字据我当你没签过。嘿，想得美！字签了还想反悔？陈建国，字儿签了，钱拿了，该走了。行，晨曦，你可真行！从今往后你在京海荣华富贵，老子在老家喝西北风，你好自为之。走啊，看什么？钱都到手了，还在这杵着干嘛？走啊！西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2000块买他一辈子不再来烦我，这买卖划算。西西，你手还在抖。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欠他了。西西，你今天做的对，这种人你越退让他越得寸进尺，一次性了断值得。希望他们拿了钱就真别再来了。他拿了钱只会嫌少，一个赌鬼2000块撑不了多久。陈建国，我们父女从今天起恩断义绝，往后你若再敢来找我们的麻烦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2000块，没想到你闺女还真拿得出来，这回总算没白跑。2000块算什么？他店里一天挣的都不止这个数，签了那张破纸啊，以后他的钱咱们1分都要不到了。要不到就要不到呗，2000块够还你那笔赌债了，还能剩不少。哼，你懂个屁！京海他有3家店，3家，1年下来得挣多少钱？2000块就能把我们打发了？我呸！那你刚才怎么不接着闹？他以为签了字就真的可以跟我没关系了。他是我生的，就算是打断了骨头都还连着筋呢。我是他爹，他这辈子都有赡养我的义务。晨曦，他别想甩开。来了个大客户，一家新开的旅社要订300个旅行包，200个手提箱。什么？西西，这是咱们开店以来最大的单子。看你那点出息，西西，交货时间呢？半个月内交第一批，1个月内交清，量太大，咱们库存不够，得马上跟厂里加订。我这就去给厂里打电话。别打电话，这么大的单子，我得亲自跑一趟。500个，陈老板，你这生意是越做越大了。托刘厂长的福，您家皮子好，做工细，顾客都认。但这次单子急，您看能不能优先排产？先产出没问题，不过在商言商，我有句话想跟你商量商量。陈老板，你从1间破铺子做到3家店，用的全是我厂里的货。现在你生意红火了，订单翻着倍子涨，我们都是生意人。既然你们家认我的货，那我多要你店里的30%股份，不过分吧？刘厂长，这店是我1分1厘挣出来的，您张口就要30%股份，您觉得合适吗？不合适，那你去找别家供货。不过丑话说在前面，京海做皮包的厂子我都认识，我要是打个电话，你信不信没一家敢接你的单子？陈老板，这500个包要是不能按时做出，你还要赔人违约金呢。你出了这个门再回来，那条件可就不是30%了。刘厂长，哦不，刘叔，你也是看着我长大的。1年前厂子几乎半死不活了，要不是我们力挽狂澜，厂子说不定早就倒闭了。你现在来趁火打劫，这叫什么？卫东啊，你还是太年轻，我这不叫趁火打劫，叫做生意。你这单生意我不在你这儿做了。慢走不送，我等着你回来求我的那一天。走，去下一家。我就不信京海这么大，他还能一手遮天了不成？陈老板，真对不住。刘厂长放了话，谁敢接你的单，皮料就断谁的工。我一家老小指着这作坊吃饭，实在不敢冒这个险。老板，我愿意加2成工钱。不是钱的事儿，是料，没皮料，有钱也做不出来。陈老板，刘厂长在京海复制行干了20年，所有厂子的皮料都从他手里批，你要么应了他，要么另寻他路吧。7家，愣是没有1家敢接。
刘厂长真的把所有路都给我们堵死，那真的就要妥协答应他，给他3成？绝不可能妥协。他那种人就和陈建国一样，妥协了一次就有第二次，胃口只会越来越大。我宁愿把店关了，也绝不会养人比蚁苟活。西西，我忽然想到，我姥爷年轻时候就在金门皮料厂帮工，我小时候在那儿长大。金门有码头有仓库，南来北往的皮料都从那儿走。金门皮料市场的价格比京海便宜3成。金门离京海就2个小时的火车，当天能来回。咱们直接去金门找皮料供应商，绕开刘厂长。而京海的小作坊怕刘厂长卡皮料，是因为皮料攥在他手里。现在皮料是咱们自己拉的，咱们分给小作坊做工钱照付，那他们还怕什么？金门皮料京海加工，刘厂长手里无非2张牌，厂子和皮料，他能给京海所有厂子打了招呼，可他管不了金门的皮料商。这么做无非就是运费多花点，利润薄一层。但这次500个包，往后还有更多的包，薄一层照样有的赚。关键是刘厂长以为能掐死我们的退路，但咱们非但没死，还把货交出去了。西西，咱们现在就订火车票，明天一早咱俩就去金门。卫东，有你真好。厂长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了！西东香包那边，陈曦是不是求上门来了？告诉他，现在来求我，条件可不是3成了。让他进来吧，我好好跟他谈谈。不是，他们从金门自己拉皮料回来了。什么？金门那边直接给他供的料，他们找了2家小作坊连夜开工，今天第一批货已经开始装箱了。你说，没想到他们跑到外地拉货了。厂长，我刚在路上还听人说，西东箱包跟金门那边签了长期供货合同，皮料以后每个月定期拉管。他还打算再签第3家作坊，往后咱们京海的单子，怕是要全被他分走了。陈曦，倒是我小看你了。金门皮料比京海便宜2成，加工分散给3家作坊，工期能压缩1半。这样下去，咱们不光能做旅社的单子，还能有时间做新款。下一步，等作坊那边稳定了，咱们自己开个厂房，从皮料到成品全自己干。西西，你要开厂？对，刘厂长为什么敢卡我？就因为京海的货源和加工都捏在他手里。虽说现在料子在自己手里，但加工还得靠别人。等有了自己的厂，从料到包全在自己手里，谁也别想再掐住我的脖子。几位老板忙着呢。刘厂长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陈老板，之前的事儿是我考虑不周，这样3成股份的事儿当我没提过，咱们恢复合作，你继续从我这儿拿料，价格给你优惠，怎么样？刘厂长，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，我们已经见识过你这种过河拆桥的手段，我们是不敢再合作了。陈老板，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，更何况咱们彼此知根知底。金门那边的货哪有我这儿方便，是吧，卫东？是不方便。金门皮料要走2小时火车，运费多花我们1次，但不会在我接了大单子的时候趁火打劫。我宁愿多花点运费，也绝对不能被人拿捏住。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黄毛，关门放狗！得嘞，还不快滚！你们给我等！刘厂长，你这厂子倒是气派，可惜呀，被一个外地女人逼得客户都跑光了。你是谁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我姓钱，1年前在西东箱包对面同样开箱包的，如今被他整的铺子没了，还进去蹲了1年，这道疤就是拜他所赐。你也栽在了他手里。不光是我，这个娘们儿就是个害人精，我一个人斗不过她，你一个人也斗不过她，但咱们俩加在一起，那可就不一定了。洗耳恭听。他有他的路子，咱们有咱们的路子。他在京海开了3家店，树大招风，我就不信他账面上干干净净。说得对，而且陈曦和她男人关系不错，但天底下的男人不都一个样？我可听说刘厂长有个闺女，长得漂亮，又是个有文化的，从小就喜欢乔卫东，届时双管齐下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钱老板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刘萌萌，你回京海了？卫东哥，萌萌，你怎么来了？天哪，卫东哥，我们好几年没见，你还是长得这么帅。这店是你开的？是西西的店，我给她帮忙。西西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刘萌萌和我们几个在一个胡同里长大的。你就是陈曦，我听我爸提起过你，今天一看，的确长得很一般。萌萌，你爸是？皮包厂就是我家的，我爸是厂长。哦，
这话也确实像是你爸能说出来的，毕竟你爸的嘴确实挺臭的。卫东哥，你看他，晨曦，你嘴巴再厉害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，你压根配不上卫东哥。我跟他从小在一个胡同里长大，知根知底。我可听说你连初中都没读完吧？所以呢？我听说你1年前还在水泥厂扛包，你这样的人拿什么跟我比？我可是名牌大学出来的。刘萌萌，我是扛过水泥，我还在村里扫过公厕，这都是我凭力气挣的钱，每一分都干净。你脚上这双皮鞋，身上这条裙子，你爸给你买的吧？你每个月工资多少？够买你手里拎的那个包吗？那又怎么样？我爸的厂子以后都是我的。你手里那个包还是咱家上个月的新款。一个破包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晨曦，你连个正经文凭都没有。要是往后政策变了，你这种个体户迟早要完。政策变了又如何？我店的利润够别人挣几辈子。倒是你，要是哪天你爸的厂子倒了，你拿什么活？卫东哥，你看他存心咒我。刘萌萌，你如果是来玩的，我很欢迎；但如果你是来找我和我女朋友茬的，就请出去吧。你今天来我店里闹，无非2件事儿，要么替你爸出气，要么想抢乔卫东。如果是因为你爸，我也不跟你计较。不讲，你爸在我手里栽了跟头，做闺女的都会不舒服。但如果你是为了乔卫东，那你自己问他吧。萌萌，我一直都只把你当成妹妹，今天你说的话我可以当没听过。你回吧。晨曦，你给我等着！心情不好，要是因为刘萌萌，你就把她说的话当屁放了就行。她都是乱说的。有一句话她没说错，我确实没文凭，连初中都没念完，比她差远了。西西，那你知道你比刘萌萌强在哪儿吗？她的路是她爸给她铺好的，而你的路是你自己一步一步摸爬滚打走出来的。我就稀罕你这种有勇有谋有胆识的女人。你现在这么会说话啦？所以，你刚刚是吃醋了？才没有。真的没有？没有。你跑什么？谁跑了？晨曦，以后不管谁来，不管说什么，你都别往心里去，因为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最好的。这大晚上的像什么样子啊？年轻人嘛，走吧走吧，别打扰人家。我们什么也没看见。对，什么也没看见。你还笑，尴尬死了。西西、卫东，我们今天去百货大楼看了几床新被面，大红的，挺好看。刚才我们也不是故意撞见你们的，既然你们感情到了，就早点该把事儿办了。今天看着你们俩感情不错，就别拖着了。我查了黄历，下个月18是个好日子，宜嫁娶。下个月18。西西，你要是觉得太赶，咱们往后推也行。我和你妈妈就想看着你们俩好好过日子。你要是不愿意，我们一定不勉强。我愿意。真的？妈，乔叔叔，我从前在许家的时候，没人问过我愿不愿意，那时候我连个说不的资格都没有。现在有你们处处为我考虑，我很愿意。卫东，阿姨可把西西交给你了，你要是敢让她受半点委屈，我饶不了你。赵姨，您放心，我乔卫东一定不让西西受半点委屈。那被子我明天就去百货大楼拿下，再扯几匹新布，给我们西西做件新衣裳。妈，不用那么破费。那怎么能算破费？你是妈唯一的闺女，当年你嫁许家的时候，妈不在你身边，什么嫁妆都没有。这次，妈给你补上。
我们是京海市工商局的，有人实名举报你们西东乡包偷税漏税、账目造假，请配合调查。所有的账本、进货单、缴税凭证都在这儿，随时可以查。 3家店的账我们要一并审查，在审查期间，你们的经营暂停。如果有问题，后果你应该清楚。同志，为什么要暂停营业？我们账面绝对清白。卫东，让人家查。我从开店第1天起，每1分钱的进账出账都记在账本上，每1笔税都按时交。既然有人举报，查清楚对咱们也是好事。毕竟，清者自清。 陈老板，听说工商来查账了，没出什么事儿吧？刘厂长消息倒是灵通，检察员前脚进店，你后脚就跟过来了。那是京海福举行就那么大，谁家被查了账，不出半天，全行业都知道。陈老板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说你一个女人家单打独斗，这账要是做出什么纰漏，这店可就全完了。少在这说风凉话，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当初你们整我的时候多狠。 想没想过自己也有被查的一天？你铺子被封是因为你绑架伤人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小子，别狂，等账查完了，我看看你们还能不能这么横。陈老板，这做人别太犟，你要是现在低个头，一会儿结果出来了，我还能帮你在那边说2句好。脏手拿远点！你急什么？账要是干净，早出结果了。拖这么久，说明必定有鬼。都别吵了，查账结果出来了。 经审查，西东祥包3家店的进货单、出货单、缴税凭证全部核对无误，账目清楚，没有偷税漏税，没有账目造假。不可能，他肯定做了手脚，你们都被他骗了。3家店的账目怎么可能一点问题都没有？查了2个多小时，每一张单据都翻过，每一笔账都对过。 检察员就在这站着，你不敢说，人走了你倒是敢质疑了。你肯定提前做了准备。我听说有人提前给你通风报信儿，你才有时间把账做平。真搞笑，自己开铺子被查封，别人账目干净就是提前准备。你要不也准备一个给检察员看看？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不算什么东西。那你蹲了1年，刚放出来，怎么又好了伤疤忘了疼？你们俩来看我笑话，结果呢？检察员当我面说了，账目没问题。 举报查无实据，你说他们被我骗了，那就是质疑工商局的审查能力。要不要我现在就帮你把这话转达给他们？你少曲解我的意思。不是做了20年生意人头比我熟吗？你的熟人呢？刚才检察员站在这儿，你怎么一个屁都不敢放？够了，不够。你刚才说我也没想过自己也有被查的一天。实话告诉你，我早想过，我知道早晚会有人查我，所以我每一笔账每一天都会仔细核对。那你呢？你的账经得起查吗？你的盛豪香包，要不要我帮你问问工商？ 当年查你的时候，都查出了什么烂账？刘厂长，你如果太闲，那还是回去把你厂里的事儿整明白再说。钱老板，管好你自己那条命，别再往我们跟前凑。你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那是你自己的报应。看来钱老板这是又怀念上牢饭的味道了。风水轮流转，迟早有让你们倒霉的那天。我晨曦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慢走。 不送。萌萌，听说你那个青梅竹马要结婚了。我刚在街上碰见赵秀芬，在百货大楼扯红布呢，说是下个月18的日子。什么？你听清楚了？听清楚了，整条街都知道。 晨曦究竟哪点比我好？你电话里说要当面说的事儿，直接开门见山吧。西西还在家里等我。你先坐，咱们多少年没一块吃过饭了，你就当给我个面子。卫东哥，你说过等长大了就要娶我，你忘了吗？萌萌，那都是小时候不懂事说的话，而且我下个月就结婚了。我希望今天这是你最后一次和我说这些话。你为什么要娶她？她结过婚，
就算没有领证，但他也是破鞋。我究竟哪一点比不过晨曦？我说错了吗？我初中都没毕业，在老家跟了许丰年那么多年，现在又跟了你，这种女人哪一点值得你喜欢？够了，刘萌萌！要不是我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我早就揍你了。如果你再敢找晨曦的麻烦，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。你好自为之。为什么你捡别人穿过的破鞋也不要我？为什么？说清楚了，以后他都不会再来了。他说什么了？西西，他说的那些乱七八糟东西，我不想跟你重复，因为一个字儿都不值得你往心里去。但从餐厅出来，我倒是想明白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以前我只觉得你聪明能干还厉害，今天刘萌萌说那些混账话的时候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从今往后谁都不能这么说你。你从前被人戳过太多脊梁骨了，以前是我没在场，但往后有我在。西西，我希望你能把我当做你的底气和依靠。就你会哄人啊？这辈子就哄你一个。老李，咱们合作10几年了，你这批单子再宽限我半个月。半个月，消防整改通知都贴你厂门口了，谁还敢给你下单？刘厂长，好聚好散吧。厂长，南城那2家代工点刚才来电话，说以后都不做咱们的单子了。什么？他们跟了我10几年？他们说，西东箱包那边开了新厂房，工钱比咱们高2成，还是现款现结。咱们这整改停产，工人工资还没发齐，好几个老师傅今天一早就去那边施工了。晨曦，他那破厂房才开了几天，敢挖我的人！老刘，上个月那批货款不能再拖了。你要是实在周转不开，你那辆桑塔纳我就先开走抵债了。你敢？老子有什么不敢？你现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，工人又都跑光了，谁还敢跟你做生意？我呸！晦气！经过检查，消防检查不合格，工厂需要停产整顿，而且工人欠薪投诉我们已经接到4起了。信用车也说你贷款逾期3个月，抵押物就是厂房和机器，你要是还不上，我们有权拍卖你名下的资产。同志，我经营20年，静海的皮包厂是我一手做起来，你们不能就这么让我关门。1个月内整改通过，工资结清，贷款还上，那你的厂子还能保住。如果一样都做不到，停业整顿，直接变吊销执照。完了，全都完了。西西，黄毛说今天接了不少客户的订货电话，全是以前刘厂长的老客户。你说他要是真破产了，会不会来闹？他早就已经没有可闹的筹码，现在他连工人和客户都保不住了，还能拿什么跟我谈？可毕竟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他那骆驼是被他自己作死的。以前刘厂长卡我们原料，将我们逼到绝地，可如今风水轮流转，他的工人我来养，他的订单我来接，我们也绝不会走上他的老路。我们要做到仁义。魏东，刘厂长，你来干什么？魏东，我想跟陈老板说几句话。老刘，你这大晚上的跑我们家来干什么？赵大姐，我知道我做错了。让他进来。刘厂长，有事直说吧。我开厂22年，一手带起英海夫具行，现在工人跑光，客户没了，信用社催贷款，工商要吊销执照，求你收了我的厂。你说什么？皮包厂我保不住了，机器还在，被拍卖不如给你，我信得过你为人。厂子是你心血，我不会买下来。陈老板，价格好商量，但我可以投钱入股。你居然要帮我？我们生意人在商言商，更重仁义，厂规重定，皮料渠道法开不垄断，工人工资按西东标准，1分不少，不拖欠。陈老板，真的谢谢。刘厂长，
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妈，10点多了，明天再缝。没事儿，就差这几针了。西西，你过来，妈有件东西给你。这是妈当年嫁给你爹的时候你姥姥给的。妈这辈子嫁错了人，但这副镯子是你姥姥给的念想，一直藏着没让陈建国拿去当掉。后来好不容易和他离了，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，就带了这对镯子，想着有朝一日能亲手给你戴上。下周你结婚，带着它进门。妈这辈子欠你的，往后一样一样给你补回来。妈，你什么都不欠我。你小时候妈不在你身边，让你被张菊花欺负，被你爸卖给了许家，除了我的闺女在许家当牛做马那么多年，这些事儿妈每回想起来心口就疼。后来你跑到京海找妈，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。妈那天晚上哭了一宿，妈就在想，从今往后谁也不能再欺负我闺女。妈，您别说了，都过去了。让妈说完，西西。当年妈把你留在那个狼窝里是妈的错，但你勇敢又聪明，从那个吃人的地方给逃了出来，和卫东将一间铺子做到如今的3家店，还开了厂。你把妈这辈子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全干成了。妈没什么本事，帮不上你什么，但妈想让你知道，你如今有了依靠，有人疼你、爱你、敬重你，妈比谁都高兴。不说了，都过去了，往后都是好日子。我闺女穿上肯定是全京海最好看的新娘子，这是妈攒的私房钱，给你当嫁妆，不多，但每一分都是妈这些年打工攒的，你拿着往后好傍身，自己也好有个退路。妈，我有钱。拿着，你是我闺女，这些东西本该就是你的。今晚和妈睡，妈给你讲讲你小时候的故事。上一世我一直以为我的妈妈不爱我，不挂念我，到死都没见她一面。原来她也有自己的苦衷，原来她也想有朝一日能再抱抱我。儿啊，我的儿啊，苦了你了。那还不是他陈曦干的？陈曦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哟，这不是许丰年吗？什么时候出来的？让开！别走啊！听说你入室盗窃被抓了，学校公告栏贴了开除你校籍的通告。当初你还大言不惭说西东香包的老板呀是你媳妇儿，真能吹牛啊！你再说一遍。怎么，我们说的不对？你活该！我们可都知道当年陈曦供你读书，结果你不就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吗？你们这一家子真是恶心！你一颗耗子屎把我们这一届同学的脸都丢尽了，我呸！你再敢说一遍，老子让你竖着出来，横着回去！走了走了，懒得和神经病计较，也不嫌晦气。你知道什么？是他害的我！他要是不跑，我至于去偷？我许丰年这辈子都毁在他手里，都是他陈曦欠我的。陈曦，你把我害进大牢，自己却开新车、穿新衣裳，对着野男人笑。我在里面啃窝头，你凭什么在外面过好日子？你不是下周结婚吗？好得很，我给你送一份大礼。你毁了我这辈子，我要让你在绝不可能让你过得摔下来，让你知道被全世界抛弃是什么。妈，陈曦下周结婚，跟谁？跟那个野男人乔卫东。我在街上看见了他坐新车，穿新衣服，笑得跟花似的。我们却只能住在这个破地方。他越过越好，这口气你咽得下去？咽不下去。他把咱们娘俩害成这样，还有脸结婚？他不是有脸结婚吗？那咱们就在他婚礼上给他来个大的。他毁了我一辈子，我也要毁了他一辈子。我要让陈曦跪下来求我。你想怎么做？他下周6办婚礼，街坊邻居全去，咱们也去，咱们不闹，而是去给他送礼。妈，赶紧让张桂兰后天一早到京海。你找他干什么？
他那张嘴比咱们都好使，当年在村里骂遍一条街，撒泼打滚装可怜，样样精通。就不信这种夫人不能把他变成笑话。儿啊，上回我们在他店里闹，都被他送进去了。这次要是再闹，妈，你以为我还会让他报警？咱们这次不砸店不伤人，就是和他讲道理。他晨曦说到底也是我许家摆过酒娶进门的媳妇儿，他现在不声不响跟别的男人结婚，我们许家人去讨个说法，天经地义。好，妈都听你的。一梳梳到尾，二梳白发齐眉，三梳子孙满堂。妈，今天大喜日子，别哭。妈是高兴的，你看镜子里我闺女多好看。上一世被亲爹卖给了许家后，结婚当天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，几桌简单的酒席和一朵红花将我打发。可我任劳任怨为许家操劳半生后，老公死后竟将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嫂嫂和侄子，让我被他们赶出许家，倒在雪地里，死不瞑目。而如今的我意气风发，穿着妈妈亲手为我绣的嫁衣，如愿以偿嫁给了敬我、爱我、疼我的人。新娘子出来啦！西西，各位街坊，今天是我闺女和儿子大喜的日子。我乔胜军活了半辈子，最高兴的事儿就是看着这两个孩子走到一起。往后我就希望两个孩子能够幸福。来，干杯！我也说两句。陈老板是我们这条街上最能干的女人，谁不竖大拇指？卫东这小子有福气，娶了这么好的媳妇儿。往后你们俩好好过日子，谁敢欺负你们，我们整条街都不答应。从前多谢各位叔伯婶子的照顾，我们夫妻先干为敬，大家随意。你们怎么来了？西西，你结婚怎么能不请我们？好歹咱们也在一张床上睡了2年，这大喜的日子不叫你老公和婆婆说不过去吧？这里不欢迎你们，出去！我媳妇儿结婚，我总得来给我媳妇儿道喜啊！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她晨曦可是我的老婆，在我们许家过了2年，是她偷偷摸摸跑到京海来跟野男人结婚，这叫重婚，是犯法的。就是，晨曦以前可是叫我一口一个妈，现在攀上高枝，就想把我们许家人踹了，没门儿！晨曦，我倒是小瞧了你，竟然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，敢偷拿我们许家的钱跑路！我可警告你，要是我们真要收拾你，拉你去进猪窝，那都是轻的。你生是我们许家的人，死了也得是我们许家的鬼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这婚你结不成。说完了，你们仨大老远跑来，就为了在我婚礼上唱这出。10多年，在里面蹲了半年，怎么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？你少扯别的，晨曦，你敢不敢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，你在我们许家跟我睡一张床，给老子洗衣做饭暖被窝，是不是事实？这是事实。我在你们许家待了2年，白天扛水泥，晚上洗盘子，挣的钱全够你上大学。可你呢，欠了3000块，还想要偷我妈留给我的铺子，去填你的窟窿，这也是事实。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？大学生，你放屁！亏我从前对你那么好，好到你们全家合起伙来算计我、欺负我。许丰年，你说我在你家当了那么多年媳妇儿，那你为什么之前还因为偷我的钱坐了半年牢？因为我们压根儿没领证。那是没来得及。没来得及？你连张证都没跟我扯过，那你还口口声声说我是你老婆，也好意思来我婚礼上骂我重婚？要点脸吧！没扯证算什么武器？这小子脑子被门夹了，没领证又怎么样？你在村里跟我儿子摆过酒席。你儿子在里头蹲着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去跟警察说晨曦是你儿媳妇？你怎么不拿摆过酒席让警察放人？因为你心里比谁都清楚，没证就是没理，你又来吓唬谁呢？你个小贱蹄子，当年要不是我们许家收留你，早被你后妈卖给村里的老寡妇了。现在飞黄腾达就想把我们一脚踹开，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说到底，你一个破鞋还耀风扬威上了，我呸！晦气！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！
还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。你说我是破鞋，那许丰年是什么？一个偷钱被学校开除、被警察铐走的盗窃犯。那你又是什么？一个砸我店被拘留10天的泼妇。你们许家有一个算一个，你儿子是贼，你是个泼妇，而你张桂兰就是个挑拨离间、算计人的长舌妇。你们一家3口凑一块儿，还好意思骂别人破鞋？你们这一家子到处惹是生非，张嘴就喷，我不介意再送你们一家子一起进。看样子乔家人应该还不知道，晨曦是个不能下蛋的母鸡吧？那就别怪我了。晨曦，你嘴巴再厉害也没用。我今天就问你一句，你敢不敢告诉大家，你在许家那几年为什么没怀上孩子？对，街坊邻居都听听。晨曦嫁到我们许家2年，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。结果医生说她就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谁家娶媳妇儿不图传宗接代？她连个蛋都下不出来。我们许家白养她2年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你也是个文化人，你儿子娶个不会生养的女人，你就不怕你们乔家断子绝孙？晨曦这事儿谁不知道？也就乔家把她当宝贝娶进门。不管晨曦能不能生养，她要孩子，不管想什么办法我都支持。她不要孩子，她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儿媳妇。那你们给我听好了，我乔卫东娶晨曦是因为我想跟她过一辈子，能不能生孩子关你屁事儿。再说，我还舍不得让我家西西吃生孩子的苦呢。你们别死鸭子嘴硬，现在说的好听，就等着后悔吧。我后悔什么？你都不后悔生出许丰年这种偷钱坐牢被学校开除的垃圾，我们有什么可后悔的？你们说了半天，就是想证明我不能生是吧？翻来覆去就这一句，这些年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。你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废物，你敢不承认？你们看，他都没脸跑了。许丰年，你还记不记得这个？什么东西？哼！这是3年前我在老家县城医院开的检查单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我身体各项指标正常，具备生育能力。这怎么可能？当年医生可是亲口说我抱不到丰年的儿子了。那是因为当年做检查的人不仅只有我一个，还有他许丰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不能生的人从来都不是我，而是你们许家的宝贝儿子许丰年。你胡说，你造假！这单子是你自己做的。我造假？上面盖着医院的红戳，医生的签字，日期明明白白。要不要我现在就陪你去医院重新检查一遍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再查一次，你敢吗？当年我为了你的脸面，说是我不能生，结果你们立刻对我变脸，想不到吧？不能生育的人自始至终都是你许丰年。不可能，我儿子不可能是这样，一定是搞错了。搞半天是他儿子不行，骂了人家这么多年不下蛋，结果是他们家那只公鸡不打鸣。哎呦，这一家子真够不要脸的，自己儿子不能生，往媳妇身上泼脏水，人家替你们瞒了这么多年，还追到婚礼上骂人破鞋。你们懂什么？这单子是假的，他晨曦为了攀高枝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假的？要不现在就上医院，让大夫当场验，就问你敢不敢？都怪你！当年在村里到处说晨曦不能生，要不是你那张破嘴到处乱说，怎么会闹得这么难看？你怪我？是你自己有问题，我是替你瞒着。今天这一出比唱戏还热闹。他们自己狗咬狗，咱们看着就行。西姐，你说他们能吵到什么时候？等他们吵完，自然有人收拾烂摊子。黄毛，去给派出所打个电话，就说有人在我婚礼上寻衅滋事，当众诽谤，搅扰街坊四邻。晨曦，你敢！丰年，快走！这疯女人，她是真敢报警！晨曦，你现在好大的本事！我还以为今天只来了一波不请自来，没想到还有第2波。晨曦，你爹在老家连米都买不起了，你排场倒是不小。上回那2000块够干什么的？你爹欠的债还剩一大截，你再拿3000出来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晨曦，你要改嫁我们不拦你，我们许家也不稀罕你，但我们许家当年娶你可是花了彩礼的1000块，如今你不跟丰年过了，这彩礼钱你得连本带利还回来。1000，你们许家可真敢开口！晨曦是我男人亲生的，养老钱当然得先给我们。3000块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们许家的事儿还没了结，轮得到你们陈家人来插队？我是他妈，后妈也算妈。你当年怎么对他的心里没数，还好意思来要钱？你说什么？你是怎么管晨曦的？让他跑京海来开铺子嫁人，一个大男人连个女人都拴不住。陈建国，
你签了断绝书，拿了2000块，还有脸来？2000块，打发叫花子呢？他是我生的，养他这么大，他挣的钱我当然得有一份。更何况那2000只是断绝费，今天是养老钱，血缘断得了吗？他的钱就有我们的一份。陈建国，你还有脸站在这里跟他提血缘？这些年你养过他一天吗？更何况断绝书是你亲手签的，上面写着一笔勾销，你现在跑来要钱，这是敲诈！你少吓唬人！我们不懂法，就知道闺女该养爹。你爹现在老家欠着债，连肉都吃不起了，你好意思吗你？今天不给钱，我们就坐这儿不走。有本事你报警，让警察来看看亲闺女要饿死亲爹，街坊四邻评评理。既然如此，一个个都是来找我要钱的，那今天当着街坊的面把账全部算清楚。你说1000块彩礼想让我退，那这2年我打工养你们一家老小，你把我的工钱退给我，我马上退你1000块。那算什么工钱？你是许家的媳妇儿。你不是说我不是你媳妇吗？没领证，法律不认，那你跟我算的哪门子财运？还有，这决断书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2000块买断父女关系，不久前你亲手签的，今天就想翻脸不认账了？你少拿那张破纸糊弄我，老子是你亲爹，你别以为拿断绝书就能不管老子了，老子今天就不走了。你不给钱，我就坐在这儿，让你的街坊邻居都看看，你陈曦是怎么对待亲爹的。对，不给钱我们就住这儿了。你这院子不错，我跟你爹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。陈曦，你把亲爹逼成这样，街坊们可都看着呢。陈建国，你昨天什么时候到的？你管我什么时候到的？我什么时候到还得跟你汇报。你昨天下午3点到的京海火车站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们不光知道，我们还知道你去了城南那个地下赌场，输了500块钱。你胡说！你少污蔑老子！污蔑你？这是昨晚你在赌场门口被人拍下来的。你说要来京海找陈曦要钱，你倒好，先把钱给赌了个精光。那是想翻本儿，翻了本儿就不用看他脸色了。翻你娘的本儿！你个老赌鬼！你难道不知道聚众赌博是违法的？现在可是在严查。你少吓唬我，老子就是赌博了，能咋的？公安还能真来抓我呀？谁是陈建国？同志，你们找我什么事儿？昨晚城南地下赌场被举报，现场登记人员名单里有你的名字。根据赌场老板交代和你同桌参赌人员的证词，你昨晚参与聚众赌博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是你举报的，你个丧门星！老子是你亲爹，你举报我赌博，你要遭天打雷劈！陈建国，这些年不干人事，雷都还没劈你，自然劈不到我身上，你还是自求多福吧。走吧，到所里配合调查。同志，我男人就是打个小牌，不犯法吧？聚众赌博，赌资超过300，按治安管理条例可以处拘留和罚款。你是他家属，你也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我不去，这事跟我可没关系。有没有关系？到所里再说。真是好黑的心肝，连自己的亲爹都不放过。这事儿我们跟你没完。各位街坊，刚才让几只苍蝇搅了兴致，我先给大家赔个不是。这一杯我敬各位，谢谢你们替我们西西撑腰。各位叔伯婶子，多谢大家对我的照顾。我陈曦一个外地人能走到今天，靠的不光是自己咬牙，还有你们的支持。往后还要请大家多照顾，大家都互帮互助。对，互帮互助。儿啊，吃点东西。妈，晨曦今天举起检查单的时候，所有人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废物。我从村里考出来时，谁不高看我一眼？现在倒好，谁都可以踩我许丰年一脚。
你别想那贱人说什么，他说的不是最要命的，最要命的是他说的全是真的。我这辈子连个种都留不下。我的一切，大学也退学了，脸面也他妈没了，我现在连个种都留不下，我还有什么？儿啊，无论如何你还有妈，你放心，这口气妈咽不下，咱们有时间慢慢磨它，总有风水轮流磕，让他倒霉的时候。磨他？我没那闲工夫给他磨，他不给我活路，我也不让他好过。凤年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可千万别犯傻！你刚出来不能再进去了，不然你让妈怎么活？不犯傻，我只是要让他知道，他陈曦毁了我一辈子，我也要毁了他的一辈子。希姐，分店问下个月新款什么时候上，好几个顾客来问了。下周3，等卫东从荆州回来就能开工。你东哥什么时候到金海？下午打过电话，说货已经装车了，天黑前到金海，让我带人在厂房等着卸货呢。那你赶紧去厂房忙吧，我收拾完这边就回家。希姐，要不我让人送你回去？东哥不在，你一个人走夜路，从店里到家就10分钟的路，没事儿。陈曦，你毁了我大学，毁了我脸面，我一无所有了。那你也别想好过。今天乔薇都不在你身边，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？许丰年，你竟然还敢来！我有什么好不敢的？陈曦，你把我害成现在这样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许丰年就他妈是个废物，我活着跟死了没区别，但我死也要拉你垫背。就算你杀了我，你也跑不掉。跑不掉就跑不掉，老子认了，但我也要毁了你。老子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出什么事了？东哥，不好了，希姐被许丰年捅伤进医院了。什么？你看着点儿！西西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去荆门，我不该留你一个人。你说要好好跟我过一辈子，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？没遇见你之前，我在外面打架斗殴混日子，后来你来了荆海，我活了20多年，遇见了你。西西，你把我的心全填满了，可你现在又走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卫东，过来。小伙子，我都想提醒你了，你这哭得太快，我们插不上嘴。这是刚做了眼睛手术还不能见光的病人，你哭错了。疼不疼？皮外伤，缝了几针，没伤到筋骨。你不知道，我差点吓死了。西西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谁在那儿？救命！陈曦，老子死也要拉你垫背！
警察同志，我要报案！这人持刀伤人，蓄意报复。带走，你先去处理伤口，等之后我们来找你了解情况。晨曦，我许丰年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许丰年这一次应该没个5、6年都出不来。他那是自作自受。崴了，疼不疼？有点儿。上来。大街上呢？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赶紧的。我重不重？你身上那几两肉还不知道？你嫌我太瘦啦？我那是心疼你。卫东，刚才你在医院跪在病床前说的那些话，再说一遍。你不是都听见了吗？刚刚没听得太清楚，你再说一遍。不说，大街上呢？你才说了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。那也不说，回家关上门再说。说一遍就行，就说那句“你把我的心填满了”。晨曦，你把我的心填满了，从今往后我就只想护着你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，好不好？好。陈总好，黄经理好。这次的招商会你全权负责，我相信你的眼光。得嘞，希姐，包你满意。行，忙去吧。妈妈，今天在幼儿园乖不乖？乖。走吧，陈总。老婆，看什么呢？以前我觉得能活命就不错了，能在京海开一间铺子，那都是天大的运气。可现在我们连百货大楼都有了，还能和你和孩子们一起卫东，我真的觉得我好幸福。往后你就安安心心当你的陈总，我就在家带孩子，保准老婆大人一回家就有老公孩子热炕头。油嘴滑舌，但有你们真好。